赶紧滚！下次再来我们家门口闹事，直接把你们的腿打折。母女俩被众人指点谩骂，早就没脸了，灰头土脸的溜了。那两人下次再来，能不能硬气点，直接打走？非要等我出来解决？知道的是你们嘴笨说不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爱惜自己的名声，不愿背负不孝的名声，就可我一个人毁了。这话说的富家人心中都不约而同染上了几许愧疚。他们的确是因为孝道不敢做得太绝，可是每次都是宋金怡出头，于他的名声也确实不好。他们不该总让宋金怡一个姑娘挡在他们前面的。我刚才就要去打他们，阿爹你们偏拦着我，现在好了，惹阿爹生气了吧？明明我们就能把坏祖母坏姑姑赶走，非得打扰阿姐，哥哥和爹爹一点都不像男子汉，哼！傅明噔噔地跑进了宅子里，找宋金怡去了。洛川想到自己面对傅老太太时，下意识便想尊敬且服从的态度，确实挺窝囊的。明明对方已经对他们大房没有一点亲情可讲，可他竟还想着孩子们能尊敬长辈，是他过于愚孝了。日后这老主娘再登门啊，谁也别惯着，直接给赶出去啊！院子里，宋金怡也没把刚才的事放在心上，只是觉得那些话不吐不快。阿姐别生气，等下次那些坏亲戚再来，明明一定把他们都打跑。阿姐没生气，还是我们明明最会知道心疼阿姐了，真乖。明明会一直心疼阿姐的，我永远都站在阿姐这一边。小妹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让你替我们挡在前头。下次啊不，再也不会有下次了。我发誓，以后不会再让那群人来打扰你。姐姐，下次他们再敢来，我第一个冲出去把他们打跑了。你别生我们气好吗？阿姐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一定第一个保护你。第一个保护阿姐的人是我，你不能跟我抢。我没生气，只是几个臭虫，我从未放在心上过。至于名声，于我而言更是虚无缥缈的无用之物，我不需要在意他人口中的自己。我过我的日子，怎么开心怎么来，怎么心情舒畅怎么来，这就是我的人生宗旨。我只是觉得你们不能总靠我去赶走那些吸血水蛭，我不可能永远都能第一时间到场，你们终究是要学会自己反抗的。是我没认清现实，一直想着她毕竟是阿淼的母亲嘛，是孩子们的祖母，当晚辈的得孝顺长辈，可我却忘了她从来没把我们当过晚辈看呢。以后不会了啊，阿爹呀不会再愚孝了，不会再对他们客气了，更不会让你受委屈。阿爹有错啊，我道歉。那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就当前面的客气是在给他们最后改过的机会。只可惜啊，他们不知道珍惜啊，那往后可别等着我出面来教训他们了。啊，对，不会了。好了，该干活干活吧，早点把房子收拾出来，好干点正事。青雅也带着他的馄饨回来了。吃完饭，宋金怡带着傅正初出去买东西了。房子留给傅家人修，他得买食材做卤货。菜市场，你好，鸭怎么卖啊？姑娘，我这鸭子50文一只。50文？你这鸭子也没有多重，怎么敢张嘴就要50文的？要我看，40文都不值。你本欠我妹妹不食人间烟火，就哄骗她，她身后可还有我呢。啊，原来是你小子的妹妹啊！我还以为是。你小子妹妹长得真漂亮啊！宋金怡回头看了眼傅正初，见他抱着篮子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商贩。那既是熟人，那肯定不是这个价了。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姑娘，你给35文就好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见宋金怡惊讶地望着自己，这片的菜市场我收。小妹，你想买什么告诉我就行，我帮你砍价。我看你刚才口才挺好的呀，怎么面对那老太婆的时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呢？我不敢，阿娘骂过，以后不会了。小妹，以后我来对付他们，不会再让你出面了。行，那我期待你下次表现。老板，我要买5只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30文一只怎么样？买5只？小妹，你买这么多鸭子干嘛呀？这鸭子都是公的，它们也不能下蛋。哎呀，你别管，我有用。老板，卖吗？这一下子抹去5文，太多了。姑娘，你再给加2文。加不了，就这个价，不卖我去问问别人家。行，卖，30文一只。小妹，你没说要买这么多呀，我这也拿不过来呀。那不如你回去取车吧，我在这儿等你的，东西还没买齐呢，我还要买肉呢。哎，只能这样了。他把篮子给了宋金怡，自己快跑回去取牛车来。大叔，咱们这个县上有几个菜市场啊？哈哈，咱们千城县就只有2个菜市场，一个在北边，一个在南边，中间是6条商四大街。那咱们这千城县有多少个镇子？姑娘这话一听就不像是本地人呐。啊，我是从外地刚回来的，所以对这里不熟悉。好，怪不得，看姑娘的外表，
也不像是咱们这边关的水啊能滋养出来的人。千城县大大小小的镇子一共16个，咱们千城县算是北阳城内最大的一个县了。那咱这县上有大集吗？啊，有的，每月15啊就是千城县的大集，集上卖什么的都有，还可以啊以物换物，可热闹了。其他镇上也是有集市的，每逢5日啊就是个集。这里5日不是5天摆一次集哦，是每月的初5、15、25是吉日。宋金怡了然了，他打听这些是想去集市上卖卤货，或者出个小摊什么的。他特别想体验一下这种摆摊的感觉，先过一下瘾再开店。谢谢了，老板。不知姑娘可曾婚配啊？我认识不少踏实肯干的小伙子，要不叔给你介绍2个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。哦，老板挺失落的，不过细想想也是，这姑娘外在条件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找不到夫君？眼看着傅正初已经赶着牛车过来了，宋金怡起身帮忙搬鸭子。小妹，我们还要买什么？还要买几块肉，去肉摊上买。牛车慢悠悠的前行，远远的就看到了一个肉摊。宋金怡以为他会靠过去，没想到傅正初连看都没看，径直走了过去。啊，那不是肉摊吗？怎么不停下？那是二姑的主君刘世忠家的肉摊，我们不去他家买。有钱也不给他们家赚。宋金怡明白了，他无奈轻笑了一声，继续坐在车上一声不吭。二人来到另一家肉摊。哟，来买肉的，你们家有客人来了。然而转眸间看到宋金怡也下了牛车，小胖子的眼睛一下子就看直了。哎，今天轮到你看摊啊，曹叔呢？问了半天没听到一句回话。曹媛媛，看傻了吧你啊？对不起啊，是我失礼了，不好意思。曹媛媛长这么大，第一次见到宋金怡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一时间只觉得心跳加快。小妹，你都要买些什么呀？我要买一些猪蹄子、猪尾巴、猪耳朵、猪心、猪小肠，这些东西有吗？多不多？哎，有的，就是没有多少了。我看一下啊。他慌忙蹲下身子，在摊子下的几个竹筐里翻找，没一会儿，就剩6个猪蹄子、3个猪耳朵和1条猪尾巴了，再加一些小肠。行，那我都买了，一共多少钱？这可是我妹妹，自己人，这价格你看着办吧。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，自己人，我不会收多了的。他算了个数报给宋金怡。妹妹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他爽快地付了银子。装车的时候，宋金怡还在那儿挑晚上要吃点什么肉。兄弟，你实话实说，这是你哪个亲戚家的妹妹啊？这是我亲妹妹，刚从京神回来2天。你的亲妹妹？我的天哪！傅正初，你们家祖坟是冒青烟了吗？你竟然有个这么漂亮的妹妹！哼，想不到吧？其实我刚看见她的时候，跟你的表情差不多。嘿嘿。大哥，你这还缺妹夫吗？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你就别想了，你配不上我妹妹。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吗？你这个见色起意的狗东西，我告诉你少惦记我妹妹啊！我已经有妹夫了，人家一表人才，武功高强。你这个有刚粗没刚高，去了屁股全是腰的样，我妹不会看上你的。人家早就说过，她喜欢长得好看的，有肌肉的。你这一身大飞镖，还想当我妹夫？别说门了，窗户都没有。曹媛媛被他这么一顿贬低，垂头丧气的。你们俩在这研究啥呢？曹媛媛被吓了一跳，回头看着那张漂亮到无法形容的脸，眸光又划过一丝沮丧。没什么，说几句话而已。早点绝了他这念想，省得他以后越陷越深。就他妹妹这样的神颜，曹媛媛太普通了，真的吸引不了他的注意。买完了吗？买完咱们回家。再买一个肘子吧，还有这一块五花，给我切一条。好。手脚麻利的过去切肉。你叫曹媛媛是吧？好可爱的名字啊，跟你的人一样，又圆又可爱，长得也很喜庆。你真的觉得我可爱？当然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以后可能我会长期光顾你这个小摊了。你能不能每天给我留出一些猪蹄、猪心、猪尾巴、猪耳朵这些东西？算是我预定的。如果要增加数量，我会提前告诉你。到时候你这儿能多弄一些我需要的东西吗？一头猪身上就只有那么4个蹄子，1个猪心，1条猪尾巴，2个耳朵。以后需要的量多了，不知道他这个小摊儿一天能杀几头猪，能不能凑出他想要的数量？我尽量。好吧。心想到时候他这不够，再去别家凑吧。本来想搞个长期合作的，既然人家也比较为难，那就算了。大哥，可以回家了。好，那走吧。回到家，宋金怡叫洛川来给他杀鸭子，他在厨房处理猪零件。金怡呀，这鸭子是都要杀吗？对，都杀了。洛川和常青对视了一眼，
只能撸起袖子听话的开始杀。宋金怡把买来的猪小肠用筷子翻了个面，而后加入面碱和白醋反复揉搓清洗，直至彻底干净后冲水备用。猪蹄子要去掉上面的毛，包括猪尾巴、猪耳朵都得先烤一下。这个步骤就交给傅正初来做了，一番费时费力的整理，才把猪零件清洗干净，而后焯水去腥。宋金怡用积分在商城兑换了个焖罐锅，这东西用来焖煮食材特别好用。把猪零件都放入焖罐锅中，再加入现成的卤料包。宋金怡嘱咐了烧火的傅沉粥烧开后小火慢炖，便去外面看看鸭子弄得怎么样了。外面5只鸭子都已经褪了毛，洛川正在一个个的给开膛破肚。那个鸭肠鸭胗都不要扔，都放在一个盆里，我来处理。破完膛，他指挥着洛川按照他的意思切块，鸭翅膀、鸭头、鸭脖子、鸭脚、鸭锁骨这些东西要完整的保留下来，像鸭腿、鸭胸肉这种可以做成切片卤制，剩下的就可以用来晚上炖了吃了。等他把这些东西处理完，都中午了。宋金怡坐在小板凳上，坐得腰酸背痛的。青芽看到他捶腰，殷勤的过来帮忙按摩。都怪你，太不着节制了。对不起。想起昨夜的翻云覆雨，他身子便不由得一阵紧绷。他都不敢对宋金怡说自己昨夜并没有吃饱。累的话就歇一歇，那些东西要怎么做，你告诉我，我来做。我说了你也不会，只会越帮越乱，你都不如阿弟和大哥他们。宋金怡站起身，晃动了一下腰，去厨房做中午饭。青芽亦步亦趋的跟着，有点小委屈。我已经在学了，会学会的。我知道呀，我也没有嫌弃你的意思，就是随口一说。过来给我烧火吧。晌午还是吃面，这次吃的是冷面，他也懒得出去买了，就全部用积分换。不过该说不说，坐吃山空的确不是个事儿。这2天光用积分换东西就花去了50多积分了，照这个速度弄下去，1000多积分根本就不够他祸害，还是得想法子做系统任务。面条做好后下锅烫熟，随后过凉水备用。西红柿切片，黄瓜切丝，撒上香菜。冷面汤是他自己兑的，这个以前在网上学的，味道和饭店里的相差无几。把汤汁浇在面上，最后再加1勺辣椒油，加1筷子辣白菜，这个酸酸甜甜的小味儿一下子就上来了。宋金怡喝了口冷面汤，酸甜清凉又解暑，简直不要太爽。他享受地舔了舔唇。青芽在一旁盯着他的小嘴儿，看得极为炎热。经过昨天那一夜，青芽现在的脑子里不管黑的白的都能让他想成。你也尝一口。青芽也没拒绝，低头喝了一口。好喝。那你把这些端上去吧，可以开饭了。每人1大碗呢，绝对够吃了。青芽见这会儿没人，磨磨蹭蹭来到他身旁，两手缓缓攀附上宋金怡的纤腰，亲昵的贴贴求亲亲。七主，亲一下可不可以？该吃饭了，前面那么多人等着呢。就一下。他有点受不住了，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，他都感觉对方是在勾引他。适当的亲昵，宋金怡一点也不觉得反感，反而心里有点甜甜的。他缓缓扬起下巴，想满足他亲一下。就在2人的唇即将碰到的时候，外头传来跑动的脚步声。青芽唰的一下松开宋金怡站好，宋金怡也慌乱的低头拿起筷子，假装在挑面。2人回头见到是傅正初。大哥，面好了，可以往前端了。青芽已经端起一个托盘向外走去。傅正初狐疑的看了眼2个人，总觉得这2人刚才好像干了什么一样，面部表情一点也不自然。可怜的傅正初20几岁了也没谈过恋爱，自然不知道2人的氛围为何会这么怪异。但凡换个爹来都能一眼看出来。不用说，冷面一上桌又迎来了全家人的高度赞扬。嘿，再多来这么几天，我这个口味就要被金怡惯坏了。改不过来就不改了呀，天天吃肉，人就要往前看，往高看，想着怎么能让生活过得更好，而不是越活越回旋。咱有那个条件，为什么还要吃糠咽菜？与其忧心以后会越吃越穷，不如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得更好，干什么更赚钱。你呀，总有一大堆歪道理来诱哄我们。什么叫歪理嘛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阿爹不应该鼓励我们积极向上吗？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是吧？是阿爹的想法错了啊。吃就吃点吧，他还身强体壮，还能再多干几年，大不了多出去找几份工作，总不能让自家女儿吃了苦。饭后，桌子和碗筷自有别人来收拾。宋金怡看他的卤货去了，掀开锅，见2锅的都熟了，他连忙捞出来，分类摆好，放凉。
他则是另起一锅熬制辣油。有人喜欢吃原汁原味的卤味，但也有人喜欢辣的。宋金怡就喜欢特别辣的，是那种吃上一口就嘶哈嘶哈的，配上冰镇小啤酒，爽翻了。等辣油熬好了，趁着放凉的功夫，他挑了些卤货拿去前院。来，大家过来尝尝，这个卤货味道怎么样？是不是吃得惯？忙碌的富家人一听，纷纷围过来。快看中哪个吃哪个，都烀得很烂乎。闻着好香啊！尝尝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大家都随便挑了一样细细品尝，结果都是一致好评。就只有好吃吗？没有别的建议？比如说它的咸淡或者别的什么？其实对于喜欢喝酒的人来说，下酒菜是什么，味道如何等等，并不是很重要。一个人想要喝酒了，你就是扔给他一块随便煮熟的肉，他也能吃得下去。宋金怡细想想也是，那群酒蒙子一盘花生米都能喝起来呢。而且这个卤货的味道已经很好了。我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多数都是一个人吃饭，也经常一壶酒一盘小菜喝一个痛快。这个卤货绝对是下酒的绝品。那行吧，放在酒馆里面试着卖卖。这个还有辣口的，在上面刷一层辣油就可以了。我那边的辣油刚熬好，得放凉才行，晚上再给大家尝尝辣口的卤货。宋金怡回到厨房，继续研究她的东西。考虑到现在的天气还是有点热，怕卤货放一晚上就变质了，最好能弄一些冰块出来镇上。0432，系统里有没有记载消食治冰的方法？有的，宿主。需要播放动画视频吗？需要。脑海中的系统面板上多出了一段如何用消食治冰的动画过程。宋金怡按照视频里的材料，在系统商城中兑换了食品级的消食，而后准备一大一小2个器皿，将装了干净水的小容器置放于大容器中央，外层的容器中按照系统给出的比例加入消食和水，轻轻搅拌至溶解，之后就可以静等30分钟，看看小容器里的水能不能结冰了。看什么呢？给你看一件很神奇的东西，仔细看着中间那个小盘。青芽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听话的照做。他揽着宋金怡，静静观察着大盆中的小盆。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，小盆中的水终于有了变化，结冰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叫消食治冰，消食与水反应，会吸收大量的热量，才会让小盆里的水结成冰。很神奇吧？我本来想着怕卤货放不长久，想要弄一些冰块制冷，好起到一个保鲜的作用，没想到还真的成功了。要不是这里没有电，他都想弄个冰箱出来了。晚上把卖不完的卤货放在一个大盆里，外面用冰块包裹着，然后就放进院中那一口井里，低温环境，冰块就不会融化太快了，坚持1晚应该不是问题。金怡，你好聪明。你能抱上我的大腿，是你运气好。是我此生最大的好运气，应该都用在遇到你这里了。我很庆幸那日能被你救起，你又心软地收留了我。你这么好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手的。那你可得好好磨练一下争宠技术，不然以后容易失宠。我这人虽然有几分念旧的情怀吧，但也死心。碰见和我眼缘的，只怕就会短暂的把你忘记。这时候你要是没有点争宠的技术，就要等我良心发现才会想起你了。青芽闻言，嘴角的笑容缓缓隐去。听到他说要娶别人，心里就感觉堵得慌。私心里他不想有别人同他一起分享爱人，可是他也知道，任何男人都不能独占一个女人。大梁律例，每个女子最少要娶3个夫郎。以宋金怡的优秀，她以后的夫郎只怕会更多。有了新人，你真的会忘记我吗？哪怕我在你面前走过，你也会只看得见别人，看不见我吗？那倒不至于，我刚才也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可别当真。青芽笑笑不语，他没觉得宋金怡是在开玩笑，或许他真该出去找人学一学这男子争宠的秘诀了，不然以后有了新人，只怕爬床都没有他的份儿。哎，金怡啊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有空啊，出什么事了？这酒馆旁边的邻居啊，他们主娘生了病，治了好些天也没治好啊，现在是危在旦夕，郎中也是束手无策，这全家人都急坏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听说你治好了富明的眼睛吗？他们就病急乱投医，过来想问问你能不能上门去给看看去。闻言，宋金怡看了眼青芽，你在这儿看着，彻底结冰了就换一下，千万要小心外层的消食水，沾染上会冻伤你的。我去看一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好，走吧，阿爹，人还在咱家吗？哎，在呢在呢。洛川带他来到了外院的客厅。哎，山丫头啊，这就是我女儿金怡。金怡姐姐，我是真没办法了，求你救救我娘！县上的大夫，我们家都找遍了，哪个来了都摇头。阿娘这2天特别的虚弱，
再不成真只怕……若金怡姐姐能救我娘，我必当以重金酬谢，哪怕是让我为奴为婢，我也甘愿。哎呦喂，你这丫头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邻里之间的能帮啊，我们一定帮。说完，他看向宋金怡，可行吗？先说好，我医术也不是太好，若去了也没有办法，你们可别怨我。当然不会，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。若治不好，算我娘命里该绝，跟你无关。走吧，去看看。奶，我把人请来了。在哪儿呢？快把人请进来呀！金怡姐姐，你快请进。走进屋里，宋金怡就闻到了很浓郁的血腥味儿。可能是江家人已经习惯了这个味道，闻不出来了。可宋金怡第一次来，这股味道特别的冲。阿川呀，这就是阿淼的女儿。哎呦，长得可真像阿淼啊！是，哎，江姨啊，这江妹子怎么样了？哎，不太好。病人现在哪？带我去看看吧。哎，我这就带你去。阿川呐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。汤宇，快给客人上茶呀。咱家哪还有茶了？有口水喝都不错。他慢悠悠地去倒水。江轩看着他的背影，表情很是气愤。奶，你看他那个态度，什么东西啊？老太太陪着笑脸安抚宋金怡。哎，他就那个性子，你别在意。走，咱们进屋去。真不知道娘还留着他干什么，干脆休了得了。别说了，他毕竟是你娘的主君，让你见笑了。没有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能理解。江主娘是得了什么病？我闻着这屋里一股很重的血腥味。哎，是。随着宋金怡走进房间，一眼就看到屋里的病床上躺着一位身形瘦弱的女人。娘，轩儿，这位就是傅家主娘的亲生女儿吗？阿爹，这位金怡姐姐就是傅淼姨姨的女儿，我请来给阿娘看病的。傅姑娘有劳了。我叫宋金怡，还没有来得及改回复姓，你们叫我金怡吧。江主娘这个病症没有郎中给开药吗？她坐在床边把脉，她有原主的记忆，一些寻常病症还是能看的。再加上她还可以查空间的医术大全和药方大全，现学现用，一般的常见病症难不倒她。有吃过，本来啊前些日子已经有所好转了，谁知这2天突然加重，出血量更多了，止都止不住，才1天，妻主这身子呀就熬不住了。江主娘的另一个男人还去拿了药方，递给宋金怡查看。是经络淤堵，血瘀阻滞引起崩漏。我能查看一下他的身下吗？看看出血量。可以的。江轩和齐燕都过来帮忙掀开被子，棉被一掀开，血腥味更重了。江主娘身下铺了垫子，因为一直流血，为了方便清理，也没有穿裤子。宋金怡去洗了个手，而后在系统商城里兑换了医用一次性手套，做了个简单的检查。出血量有点多，这都算是崩中了。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流血啊！忽然看到他那里好像有些红肿，他有同房过？怎么可能？妻主都病了，我们哪还有这个心思啊？刚说到这里，他便顿住了，想到2天前的那个晚上，正是汤宇守着妻主，他顿时面色沉了下去。他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同房引发的奔中，他都这个样子了还同房，这是要害死他呀！看齐燕的脸色，江老太太就能猜到几分。好个汤宇，他竟然亲手到欺负一个病人！老太太骂骂咧咧的就冲出去找人算账去了。我就不该让他靠近妻主。我就说早点休了他，让他滚！你们偏不听，看他把阿娘祸害成什么样了！宋金怡没管他们的家务事，认真看过上任郎中给开的药方，她按照药方大全上的做了一些改动，另外还取了1小瓶灵泉水出来。江主娘现在这个情况，身上的血都要流干了，只怕光喝药已经起不了作用了，唯有灵泉水能救她一命，搭配药方服用，不会被人看出端倪的。你快去抓药回来，煎完赶快给他服下。江轩接过药方，应了一声，立马出去抓药。打开门的时候，还能听见江老太太打骂汤宇的声音。你个畜生，琳琳都那个样子了，你怎么还下得去手啊？他清醒的时候对你百般维护，你却以一己私欲差点害死了他，你怎么对得起他呀？我也是男人，他这一病就2-3个月的，我有那种想法很正常啊。再说了，是他自己同意了的，谁知道就一次他就能病这么重？
那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你的妻主，他还在病中，你就是再想也不该在这种时候还不知轻重吧？你还是个人，我看禽兽都比你有人性。当初我就是被江润林给哄骗了，才会嫁到你们家来。我真是后悔有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不要，脑子一热跟着他。这么多年，日子清贫不说，人也总是病倒，3天2头的请郎中。早知道他是个病秧子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嫁过来。外面两方人各执一词的争执还在继续。齐燕去关上房门，耳不听为净。不好意思啊，家中丑事让你见笑了。宋金怡摇了摇头，把装了灵泉水的瓷瓶拿出来。你把这瓶药水给他服下吧，能吊着他一口气，等他药煎好了送来。好。接过瓷瓶便小心翼翼地给江主娘灌进去了。好在她现在虽然昏迷，还有吞咽意识，喝了灵泉水就不怕会治不好了。宋金怡等着江轩把药抓回来，她陪着他一起去煎药。至于那个叫汤宇的主君，已经被江老太太赶走了。半个时辰后，药煎好了，送去了主屋，江轩亲自给喂下去的。灵泉水见效很快，这会儿已经止住血了，但身子亏损严重，还需要静养搭配药剂好好调养。江家人见宋金怡一副药下去，就给江润林止住了血，保住了命。他苍白的面色也有了几分血色。全家人对宋金怡感激不已。差不多今晚之前，江主娘就会醒来，给她做一些补血的粥喝，比如红枣山药小米粥，红枣补血，山药健脾助吸收，小米养胃，就很适合她现在这个身体状况。至于那个药方是活血化瘀的，有疏通经络的功效，晚上再服用一剂，明天我再来复诊，看看需不需要改良药方。切记，她这个病症要静养避寒，调节好情绪，避免大喜大悲或大怒，而且严禁同房。你们要是不遵守医嘱，出了什么事，后果自己承担。好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一定谨记。谢谢你啊，孩子，你是我们江家的大恩人。道谢就免了吧，我只是正好会一些医术，举手之劳而已，就此扶伤也是给自己积福报。好好照顾江主娘吧，我明日再来，不用送了。他离开卧房出去，洛川还在等他。如何了？就回来了，只是还要静养一段时间。活着就好啊，活着比什么都好啊！哎呦！这时，江老太太也走了出来。阿川呐，谢谢你，你女儿又救了琳琳的命，她和阿淼都是琳琳的大恩人。宋金怡略显惊讶地挑了挑眉，原来母亲也曾救过江家主娘。哎呀，这赶上了嘛，我们有能力的就拉一把，这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是吧？哎，当初阿淼亡故之后啊，这江妹子也没少帮衬我们，小儿的衣裳鞋袜都是她帮忙给缝补的。两家交情深厚，一切尽在不言中了。离开了江家，哎呀，金怡啊，你可真厉害呀！你这等医术赛过县上不少郎中了，嘿嘿，你都能开馆治病了呢。暂时是没有这个想法，本来我的医术也不是很精通，但是像这种左邻右舍有个小病小灾的，我倒是可以帮帮忙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阿爹只管来找我。好，我女儿啊，真是有一颗通透善良的心呐！嘿。回到家，父女二人走进内院，竟都不见大家的身影。跟着声音来到后厨，才看见众人的身影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主君，你快来！金怡竟然研制出了夏日制冰的法子，你快来看，水真的结冰了。阿姐，星雅姐夫说这是你想出来的法子，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这也太神奇了！在书上看到的呗。明明想不想像阿姐一样，当一个学识渊博的读书人？想，明明也想读书，将来科举做官，让阿姐住更大的房子，吃好多好吃的。好啊，等咱家房子修完了，酒馆生意稳定了，阿姐就出去找个书院，让明明和2个哥哥都去上学读书，好不好？大梁国没有商贾之家不能入仕的律例，所以只要有本事，谁都可以选择去科举。让4弟和5弟去吧，我在家帮忙干活挣钱。你也去，家里这么多大人，不需要你个小孩干活挣钱的。别说你已经不是孩子了，我也籍贯都是孩子。傅晨舟不知为何，眼眶之中有泪意闪烁，被他死死地忍着。等上学了，都好好读书，争取都能高中进士，让阿姐跟着沾光。哎，金怡啊，你就没想过去读书科举吗？我志不在此啊，我想要做个商人，游遍天下，让我的商铺农庄遍布大梁的每一个城镇，成为大梁国的第一首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还想要去别国看看，游遍这片大陆的山川湖海，此生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这般豪言壮志，
听得洛川彻底歇了劝他去读书的心思。对他来说，当官是一种束缚，他是自由自在翱翔于天空的鸟，此生他只要不成为那个拖后腿的父亲就好。晚饭吃的炖鸭肉和红烧肉，傅正初一直跟着学习他的厨艺。大哥，你想干点什么？我也没什么远大抱负，只想多赚些钱，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，以后能嫁个好妻主。这个可以啊。话说，大哥你也20好几了，早就该到了找妻主的年纪，有相中的女子，别忘了和我们说啊。傅正初淡淡一笑，家里这个情况，哪有多余的银钱给他凑嫁妆？再等等吧，不急，嫁了人啊，就是别人家的人了，我还想再陪你们几年。拖久了也不好，成了大龄剩男，主君之位就捞不着了。傅正初不再言语，成亲对于他来说还是个很遥远的事儿。随缘吧，晚上大家坐在一起吃饭。今天的饭菜可都是大哥做的，我只是在一旁指点一下，改个刀什么的，大家快尝尝大哥的手艺。可以啊，正初，你这手艺进步很大，可以和金姨的手艺媲美了。好吃，大哥也好厉害，这么快就学会了阿姐的厨艺。真的很好吃呢。就小妹准备的那些调料，就是炒个树叶子它都是香的，厉害的还是小妹，不是我。哎呀，你就别谦虚了，大哥还是有那个天赋的，不然就像青芽，我教他都学不会呢。被点名的青芽幽怨地看了他一眼。我再学了，会学会的。我知道，没有嫌弃你的意思。那吃块肉。热热闹闹地吃过晚饭，宋金怡帮忙收拾厨房，把卤货放在井里镇上。等他忙完回到房中，青芽看到他的身影，腾的一下站起身朝他走过来，那眼中的渴求让宋金怡瞬间就懂了他想干什么。不可以，今天不许进我房间。为什么？你昨天太粗鲁，累着我了，这2天都别想了。你敢夜里爬床，小心我再也不理你。青芽不敢造次，只能委屈巴巴地看着宋金怡回他那屋了。夜晚，宋金怡洗漱过后，在书桌前记录今天诊治的病症，将患者的名字、病情以及开了什么药方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检测到宿主救治的江家主娘已经醒来，病症痊愈，间接救了她的命，功德加100，奖励10年寿命，灵泉空间扩展1米，解锁毒术大全。宋金怡写字的手顿了顿，查看了一下灵泉空间内的情况，扩展的1米还是竹子，但是为什么这次扩展的面积这么小，才1米？以前最少5米起步的。面积是差不多的，宿主要仔细观察，以前的5米和现在的1米相差不多。空间都是一圈一圈的扩增的，现在的1米圈的确要大过以前的5米圈。不管多大，能扩增就是一件好事。宋金怡写下最后一个字，合上笔帽和笔记本，上床睡觉去了。深夜，他这边睡得香甜，隔壁的青芽却翻来覆去的，根本睡不下。昨夜还软香在怀，正是食髓之味的时候，今夜就独守空房了。他心里痒得就像猫抓一样。睡不着的青芽猛地坐起身来，披上衣服出门。临走时，他看了眼宋金怡的房间，那紧闭的房门里一片黑暗，显然已经早早睡下了。他无声地叹了口气，眸中坚定的好似下定了某种决心，毅然决然地迈步走出屋子，轻轻地关好门。青芽足尖一点，施展轻功，轻飘飘地便离开了宅院。哎呦，小宝贝儿，你可真香啊！快过来，让我好好稀罕稀罕。哎呀，主娘，您别这样，奴家今日身子有些不适，您轻一点呀。这小模样太勾人了，让我亲一下。这是千城县最大的一家花楼了。青芽坐在花楼对面的屋顶上，盯着这男人接了3波客人了。尽管眼前一幕令他反感，甚至是有些恶心，但为了学习怎么留住妻主，讨她欢心，他还是强忍着那股作呕感，龇牙咧嘴地看下去。不得不说，这男人勾引女人的手段有一手，整整2个时辰从他屋里离开的女人皆是面露满意之色，甚至每个女人都留了赏钱。无人的巷子里，青芽故作扭捏的姿态，凹着造型。鑫哥，真是想死你了。如果有人看到这一幕，绝对能被青芽那铁汉柔情的一面给吓到。翌日一早，宋金怡睡眼惺忪地出去如厕。鑫哥，你醒了？什么死动静？宋金怡一激灵，浆糊的脑子瞬间清醒了几分。他转眸循着声音来源处望去，
就见青雅倚在门边，凹着妖娆的造型，对她直抛媚眼，暗送秋波。宋金怡瞪大了双眼，被眼前这诡异的一幕震惊得一时无言。你个死鬼，害得奴家独守空房，真是坏死了。宋金怡都要被吓死了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二话不说就冲上去给他一顿揍。你个老死鬼，赶紧从我男人身上离开，看老娘今天不收了你！他甚至在系统空间里兑换了一柄桃木剑，对着青牙就是一顿对。大胆妖孽，速不速速离去，我打得你魂飞魄散！金怡，你干什么？你戳疼我了，你干嘛呀？你正常了？天杀的，刚才有一上你的身，是我把你给救回来的。哪有什么鬼上我的身，那就是我。你从哪儿学来的这副勾栏做派？你不喜欢吗？呸！我喜欢个屁！你跟谁学的这么搔首弄姿？从花楼里学来的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我看那些逛花楼的女人都喜欢这样的。青雅，你这为了勾引我，特意去花楼学习了怎么勾引女人的狐媚手段吗？你怎么这么好玩啊？谁让你昨晚不理我？我才想着去学习一下怎么讨你欢心，我练了一晚上都没有睡觉。别笑了。我不理你了。一跺脚便气得跑出去了。宋金怡原本想收起笑容的，可是青牙刚刚指她的时候是翘着兰花指，她一下子又绷不住了。青牙跑出很远，都还能听到她笑话自己的声音。回想昨夜她学得那么认真，懊恼的一脚踢飞一块石头，她真是蠢死了。她一直躲着宋金怡，早饭的时候才肯现身。可是宋金怡一看到她，就不由自主的想笑。阿姐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一早上一直都在笑。没事，就是心情好。心中却想着，等晚上他一定要让青牙再给他演示一遍。早饭过后，宋金怡拿出昨天做的卤货。今天是15，线上有大节，咱们去摆摊卖卤货吧。阿姐，你就这点卤货咋卖啊？昨天本来卤了很多的，结果都被大家给吃了不少。宋金怡想到空间里的那些蔬菜、药材和果子，她顿时有了主意。我有别的东西可以卖。走，我们去街上摆摊挣钱去喽！阿姐，我也想要跟你去。可宋金怡怕自己忙起来时会顾不上他，集市上人多眼杂的，他再被人贩子拐跑了。明明乖，阿姐不能带你一起去，我们要走很多的路，还要搬东西呢。万一照顾不到你，把你给弄丢了，阿姐会自责死的。等阿姐赚了钱回来，给你买好吃的点心和糖葫芦，怎么样？那好吧，明明在家帮哥哥们干活。好，你在家帮忙递个水什么的，明明最乖了。来到集市街上，这里一眼望不到头，两旁全是形形色色的小商贩，琳琅满目，真是卖什么的都有。这摆摊也不是随便就能摆的吧？姑娘是想摆摊卖货吗？这里的确不能随便摆摊，但是你可以去地堡那里租一块摊位，一天的租钱是30文。原来如此，多谢姐姐提醒。只是还请姐姐告知去哪里找地堡啊？你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。女子领着宋金怡和青牙穿过人群，来到了一处茶摊旁。姑娘，那位就是地堡了，你去找他问就行。女子将他领到就离开了。宋金怡看到那人的脸时，便眸光顿了顿，一抹惊艳涌上眼眸。你好，我想要租一块摊位，都需要办什么手续啊？哼，姑娘看起来不像是千城县人。我是外地来这儿寻亲的，刚来没有几天，的确不是千城县本地人。听闻公子是此处的地堡，我想要租个摊位摆摊，不知需要走什么手续啊？无需什么手续，交了租钱，领了铜牌，哪块有位置你就去哪儿摆吧。冒昧的问一句，姑娘家住何处？年龄几许？可有婚配啊？她有未婚夫了。这个骚包的男人是眼瞎了吗？看不见他这么大个活人就站在这？本公子就是随便问问，你急什么呀？姑娘，在下凤随之，是这2条集市街的保证。你若在集市上遇到什么麻烦事，都可以来找我。他笑起来，那张俊脸更好看了，直叫人赏心悦目。宋金怡就喜欢这种美丽的皮囊。好，多谢凤公子。我叫宋金怡，我们有缘再见。他掏出30个铜板轻放在桌子上，而后拿了一块铜牌攥在手里，便拉着青牙去寻找摊位了。凤随之瞧着他倩丽的背影，缓缓抬手摸了摸下巴，这美人长得真不赖啊。宋金怡，人美，名字也好听，他看上了。
宋金怡和青芽在拥挤的人群中走了好久，都没找到空余的位置，道路两旁全都被占满了。倒是宋金怡一点也不着急，还有心情一边找摊位，一边买了不少零食。找不到摊位怎么办？凡事都要讲究变通，找不着摊位，咱们可以换种方法。什么方法？宋金怡把那串特酸的糖葫芦给他了，而后接过他腕上的竹篮子，深吸一口气。卖卤货啦！又香又好吃的卤货，便宜卖啦！正宗的富士卤货，配富士烧酒，越吃越有，吃一口香迷糊啦！这一嗓子喊得周围的路人全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向宋金怡。以往青芽执行任务也曾被数人围堵，是众人眼中的焦点，可是今日被这么多陌生人围观，竟莫名的让他觉得很尴尬，又有些羞耻，真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才好。爱喝酒的朋友有口福了，富士卤肉下酒又上头，保你吃了不后悔啊！多种口味任你选择，原味辣味包您满意，来瞧一瞧看一看啦！这一通喊下来，宋金怡脸都憋红了。看见没，学会了吧？就这么喊，谁说没有摊位就不能摆摊了？你喊吧，你来喊。哎呀，你怕啥呀？把头抬起来，大大方方的。咱们又没有犯法，卖东西你不抬头，谁知道你是干什么呢？来，抬头挺胸。青芽俊脸通红，被逼着抬起头直视大家的目光，只觉得头皮都在发麻。完犊子！宋金怡也不指望他了，自己吆喝着卖，漂亮的皮囊总是能吸引异性的注意。哎，姑娘，你这卤货是什么东西啊？能否给我们看看？卤味就是一种经过卤制工艺制造出来的菜肴，卤肉、卤菜都有。我这今天呀，就剩一些卤猪蹄和卤鸭货了，几位再晚来一会儿，我这就要卖完了。不就是鸭脖子、鸭翅膀是吗？这能好吃到哪去？别看只是普通的食材，但是味道不同，吃过了都说好呢。大哥，买2个尝尝，好吃了您就再来，不好吃的话您就在心里骂我几句。哼，姑娘，你说话可真有意思。行，给我来个猪蹄和2个鸭脖子吧。好嘞。宋金怡把竹篮挂在青芽手上，手隔着油纸包了1个猪蹄和2个鸭脖子。猪蹄子20文一只，鸭脖子10文一个，一共是40文。多少钱？就这3个，40文。姑娘，你抢钱的吧？40文我都能买1整只鸭子了，到你这儿就换了2脖子。此言差也，40文不还包括了1只猪蹄子吗？再说咱卖的这个是独家手艺。大哥，线下猪蹄子就卖10文钱一斤了，我这都是用的很名贵的香料卤出来的，像八角、花椒、桂皮、香叶等，价格可都不低呢。再加上咱这全大梁独一份的手艺，难道还不值这个价格吗？这可是我在京城时和一位老师傅学的，这卤味在京城算得上是富家公子下酒的常菜了，可火了，大哥们尝尝就知道了。大家一听这是京城的名菜，顿时骂声少了，都知道京城是大梁最富饶的都城，卤味卖到这个价格倒也不稀奇。几位大哥看着不像是差钱的人，这卤货还要吗？要，我倒要尝尝京城的名菜有多好吃。他痛快地掏出铜板付钱，青芽伸手接过，宋金怡麻利地用油纸包好卤味。能吃辣吗？有原味和辣味的。哥，你喜欢哪种口味？辣的吧。好嘞。宋金怡给淋了些辣油，而后包好递过去。大哥就是敞亮，您吃好了再来啊！小店就是扶阳小巷的49哥酒馆，觉得好吃欢迎下次光临。49哥是吧？我知道了，好吃的话一定还会去的。走，找个地方买点酒，咱们尝尝这京城的卤货到底有多好吃。成功的开张了，宋金怡喜笑颜开的，有人买了第1份，就会有人买第2份，不少人都奔着京城名厨的手艺买1份尝尝。不大一会儿，竹篮子里的卤货就剩不多了。身后一直跟着他们的凤随之见此，连忙凑过去。宋姑娘，这剩下的卤味在下全包了。再不买就没有借口过去搭讪了。在下也想尝尝宋姑娘的手艺。这男人一笑，那双桃花眼弯如勾魂的狐狸精，多情又魅惑。宋金怡一下子就被他给勾到了。原来是凤公子，您确定这些都要吗？好个骚狐狸，大庭广众的就来勾引我鸡主，真是可恶。听说这是京城公子们下酒必备的菜，我回去也尝尝。对了，这个租钱就还给姑娘吧，你都没来得及占据摊位，便卖光了货物，按理说不该收你的租钱的。此刻要是那些租客看到凤随之这副嘴脸，一定会惊掉了下巴。谁人不知他可是千城县有名的铁公鸡，到了他口袋里的银子就别想再让他掏出来。如今面对心仪的姑娘，
竟也大方起来了。这铜牌还是放在我这儿吧，以后说不准还要再来出摊呢。留在我这方便。不过凤公子放心，我若是来出摊，一定会主动交上租钱，不会白白占便宜的。还请凤公子给个你常去的地址，有事了我好去找你。我常去福星街道的一家天宝阁，几乎每天都会在。宋姑娘有事的话，去那儿找我就好。好，那便说好了，这个铜牌我收下了。一会儿我们或许还会过来卖一些别的东西，租钱你还是收回去吧。也好。走不走了？都快要中午了。你急什么？和有人说几句话而已。清雅抿唇不语，但那紧皱的眉头还是透露着他对凤随之的不喜。好，这就走了。凤公子，那我便先告辞了，回见。好，回见。他依依不舍地挥手，那黏腻的目光触及到清雅冰冷又透着几分杀意的回眸时，微微眯了眯眼睛。这个男人占有欲有点强嘛。不过不要紧，宋姑娘永远也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。善妒的男人是不会讨女人喜欢的。若能逼得他醋意大发，让宋姑娘厌弃了他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未婚夫而已，还没成亲呢，得意什么？凤随之冷笑了一下，就算成亲了，他也有的是手段让他下堂。另一头，清雅陪着他逛集市，却一直都闷闷不乐的。宋金怡对凤随之的态度让他心里觉得憋闷。明明才和他确认关系没2天，他竟然就又看上了别的男人。就算他是喜新厌旧的性子，可这也太快了吧，才用了他1次他就成旧的了，这新鲜感要不要流失的这么快？不行，他还得想法子去学习一些侍妻之道。想什么呢？喊你2声了，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心不在焉。没什么，一不小心就失神了，对不起。你刚刚叫我什么事？没什么事了。金雅，你以后出门要是再这样扫兴，我就不带你了。他大步往前走去，已经没了继续逛的心思，便找了个人少的巷子走进去，想避开人群，去空间里搬些水果出来卖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走神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不会了。我刚刚是在想那个姓凤的，你对他的态度让我心里很是憋闷又委屈。原来是吃醋了。我对他什么态度了？不是挺正常的吗？你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看，说话的声音都是温柔的，哪里正常了？我们才刚确认关系，你怎么就移情别恋了呢？他不就长了一张好看的脸吗？你的眼睛都快要看直了，我心里不舒服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，我喜欢他的脸和喜欢你的身材一点都不冲突。可我会难过，我只想你多喜欢我一些。金怡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快就喜欢别人？你和他自是不同的，我对你是认真的，对他只是玩玩而已。他对我有几分见色起意的意图，我是能看出来他是否对我出于真心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比珍珠还真。好了，别当醋坛子了，我们继续去摆摊吧。你等着，我去弄点水果出来。宋金怡挣开他的怀抱，走进巷子深处，却在迈出1步后被清雅拽了回去，唇上陡然落下一吻。我愿意相信你的话，我会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，不乱吃醋了。这才怪嘛！我现在最爱你了，谁都比不上你。说完，他步履轻快地跑去角落处。没一会儿，宋金怡去而复返，手里多了2筐水果，一筐大白梨和一筐又红又大的苹果。你说品相这么好的水果，我们卖多少钱一斤合适啊？还是论个卖？不如论个卖，5文钱一个。5文钱都赶上一个肉包子了，你是真敢要价呀？哪个冤大头会愿意买啊？可是卖便宜了，还有点心疼。普通人自然是买不起，咱们去商四街那边，那些富家公子常出没的地方，肯定会碰上冤大头的。好主意。那我们走吧。聚贤茶居，凤兄怎么才来？哥几个就等你了。路上碰见一妙人，耽搁了一会儿。妙人儿，女人啊？什么样的女子能够引得凤兄的关注啊？就是啊，咱们凤兄可是连县令大人家的小姐都拒绝了的人，那个妙人比这县令大人家的小姐还要好吗？此女不似凡人，是庄文静那种女人一辈子拍马都不及的人。街道上，卖水果啦！又大又甜的苹果和鸭梨，最后一批晚熟水果啦！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苹果又大又甜又脆啦，鸭梨饱满，汁水甚多，吃了极为解渴啦。茶楼上的凤随之冷不丁地听到这声音，还有些不敢置信。他没有犹豫，立马起身来到2楼的窗边查看。宋姑娘，凤公子。宋金怡默默地回头看了眼清雅，2人眼中闪过一抹别有深意的笑来。冤大头这不就来了？好巧啊，竟然又见面了。
妙啊，凤兄，这位姑娘该不会就是你刚提过的那个美若天仙之人吧？果真貌美惊人啊！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姑娘，咱们千城县何时多了这么一位仙女姑娘？啊，我可告诉你们，此人是我先遇到的，本公子看上的，你们可不准动。几个狐朋狗友虽然目露遗憾，但哪个也没胆子驳他的意。谁让此人是县令大人的亲外甥，人家弟弟的亲生儿子呢？可不，刚分开竟又见面了，我与宋姑娘还真是有缘。姑娘，可否愿意上来品一杯香茗？啊，不了，感谢凤公子的好意，只是我这还要卖水果呢，中午之前要回去交差的，实在是挪不出空闲来，便不叨扰凤公子了。难得有缘，我请凤公子吃个苹果吧。他伸手在筐里拿了个苹果，就这么站在楼下给凤随之扔了过去。凤随之伸手接过，他看了眼苹果，下意识地把苹果凑到了鼻尖，深深地闻了一下。凤公子，祝你今天过得开心，那我们就先走了，有缘再见。随后继续沿街叫卖，卖苹果卖鸭梨了，秋季最后一批苹果，保证又大又甜啦。凤随之一颗心都被他勾去了，哪舍得他走啊？宋姑娘，你这水果怎么卖啊？不如进茶馆里来卖，我这有几个朋友也想尝尝你家的水果，顺便来品一杯凉茶呀。此话正中宋金怡的意。行吧，有人愿意买的话，我就进去走一趟。我愿意买啊，宋姑娘是吧？你家的苹果又大又红，看着就甜，拎进来我们都买了。真的吗？几位公子若是都买下了，回去阿爹一定会夸我的。宋姑娘的阿爹对你很严厉吗？也没有了，阿爹们对我都很好，我只是刚到新家，急于表现，你们可别笑话我呀。闻言，凤随之心里感慨，瞧瞧，多实诚的姑娘啊，性情率真，落落大方，又美若天仙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人笑你的，快进来吧，你的2筐水果我们大家都分了。说完便主动离开窗口，下楼来接他。宋姑娘，你这水果看着品相极好，味道也肯定好吃，放心，这2筐水果我帮你卖了，你告诉我多少钱一斤吧。不论斤卖，是论个卖，10文钱一个。虽然价格是有点离谱，但是这个季节很多果子都罢园了，这也是我们家最后一批水果，特意挑了品相最好的拿出来卖，又大又甜，绝对物超所值。我可以给大家切开一个尝一尝。不用，不就10文钱一个嘛，我都买了。这2筐水果本公子包了，送给在座的各位品尝，就当交个朋友了。几文钱一个的东西都是小钱儿，再说就这2小筐水果能值多少钱？只怕5两银子都卖不上。少东家出手阔绰，我得多谢了。客气了，都是我聚贤茶居的老顾客了，在下还得感谢大家平日里的照顾呢。公子真的都买下吗？哇，公子你可真大方。嗨，小意思。他直接从钱袋子里掏出一锭10两的银子来递给他。不用找了，剩下的就当是给姑娘亲自送上门来的辛苦费吧。哇，谢公子，您有这般敞亮的胸怀，做什么都会成功的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姑娘真会说话，那别借姑娘吉言了。鱼池被他3言2语哄得飘飘然，他是高兴了，可是凤随之有些不满了，这可是他叫过来的人，此刻却被鱼池出尽了风头。宋姑娘，你家里若是还有这种水果，可以都给我送来，我愿意全部买下，免得你还要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出来叫卖，会受罪的。我家里的确还有一些，只是凤公子买这么多水果，能吃得完吗？吃得完的，这水果品相不错，也好吃，可以用来送礼。正好本公子来姨母家叨扰很久了，却还未给姨母家送过什么好礼物，买一些水果回去聊表心意，正合适不过了。虽然说我姨母身为千城县的县令大人，不缺这点水果打牙祭，但若是知道这是本公子的心意，必然也会十分欢喜。宋金怡有些意外，这小子竟然是千城县县令府上的亲戚，打好关系，这可是人脉。凤公子有这份孝心，县令大人必定欣慰。我这就和青芽一起回去取水果来。宋姑娘，外面正是中午，烈阳当空，热得很，不如让你身后的这位自行回去取吧，你留在这里喝杯茶，等着多好。或者我让手下跟着这位公子回去取也行。不用。水果都在他空间里，他不离开没办法取，还是我们俩回去取吧。公子在这儿等着就好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说完，他拉着青芽火速离开了茶楼。你还真要再送2筐水果？为什么不呢？这可是上赶着送钱的买卖。再说了，我那些水果都是零成本东西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换了钱多实惠啊！一会儿还要辛苦你再挑2筐水果过去了。他挽着青芽的手臂，欢欢喜喜地跑进了一处巷子里，趁着四下无人时，快速搬了2筐水果出来。这回不是苹果和大白梨了，换成了西瓜和火龙果。2人磨蹭了一些时间，又重新返回了茶楼。凤公子，苹果和梨子都已经卖没了，这2样水果是我们家今年培育出来的新品种，数量不多，您还要吗？要，只是这水果本公子竟都没有见过，不知叫何名字，又如何吃呢？
这2种水果都是吃瓤的，西瓜切开了，里面是红色的果肉，黑籽是要吐掉的。火龙果也是要切开，吃里面白色的果肉，这个籽儿就不用吐了。风公子，信我，都很好吃的，你回去尝尝就知道了。但是价格就要贵一些，因为是培育出来的新品种，西瓜一个是50文，火龙果20文一个。风公子还买吗？买了，我说话向来算数。凤随之直接拿了张50两的银票出来。那没有碎银子，这是最小的了，都给你。这也太多了，要不等下次你有零钱了再给我吧。不用，都给你了，你也不容易。风公子出手如此大方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。风公子，以后你就是我宋金怡的大哥了。等明年家里水果下来了，我第一个想着你。嗨，都是小意思。凤随之虚荣感爆棚。那宋姑娘留下喝杯茶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小厮打扮的男子匆匆忙忙跑进茶楼。公子，您快回家吧，大小姐突然不好了。什么？怎么不好了？你说清楚些！老子早上离家的时候，妹妹还好好的呢，这才1个上午，她怎么就不好了？大小姐在院中荡秋千，被一只突然窜出来的狸猫吓了一跳，一时心急发作。大夫断言，这次恐怕要坚持不住了。主娘和主君让奴才来找您，您快回家吧，兴许还能见到大小姐最后一面。妹妹，他飞快地跑出茶楼，直奔自己家中而去。宋金怡犹豫了一下，那往前迈了一步的脚，最终还是收了回来。不去吗？不合适。如果是人家来请他的，那么他去救命很合理。可若是他主动上门，无论他医好医不好，都会被人家以为他别有意图。毕竟他与余家无亲无故，难道仅凭今日余家公子买下了他全部水果这点情分，就要贸然上门去给人看病吗？哎，凤兄，咱们要不要也跟着去看看？万一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凤随之想了想，他和于池也算认识很久了，哪怕去那帮不上什么忙，也理应过去看一看。凤大哥有事就去忙吧，我们也该回家了，家里人还等着我们回去吃午饭呢。也好，那改日再见。好。看着他大步离开，宋金怡也和清雅离开了聚贤茶居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早上走的时候，妹妹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现在怎么就躺下了呢？咱们家何时养过猫？到底是哪里窜出来的猫啊？穗儿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哥哥回来了。穗儿，你醒一醒啊！可是无论他怎么喊，床上的人都没有任何反应。阿娘，大夫呢？为何不叫大夫啊？已经走了2个大夫了，他们都说无能为力。穗儿，已药石无益。我已派人去请顾大夫了，他是咱们千城县最有名的大夫，若他也，就只能等死了。怎么能等死呢？把千城县所有会医术的人都找来试一试才行，万一有人能治好呢？快去把千城县所有大夫都找来，谁若是能治好我妹妹，余家愿意千金酬谢。外面的人得了命令，连忙出去请大夫。说话的功夫，那位顾大夫也被请到了院中。顾大夫，您可算来了，求您一定要救救小女啊！啊，我尽力。快步来到床边，顾时旭拿过余家小姐的手把脉，细细感知片刻。顾时旭眉眼也不禁露出遗憾。对不起啊，余主娘，在下医术不精，如今恐怕也无能为力了。穗儿啊，我的女儿！余主娘，或许还有一人能救余小姐。昨日在下曾去过扶阳小巷出诊，那家的主娘因病危在旦夕，我去诊脉后也束手无策。可是后来那家人不知请了哪位医术高超的大夫，竟然将人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。如今病症痊愈，那家的主娘已无性命之忧。我派人打听过，听说是一位姑娘，医术非常高明。来到千城县没几天，不仅治好了那家的主娘，还治好了家里一位失明的弟弟。据说他弟弟失明的眼睛还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，成长至今一直看不见，他1天就给治好了。主娘可以去那里打听打听，请那位大夫过来诊治一下，万一他真的有法子呢，我可以帮忙施针，尽量为余小姐拖延时间。好，有劳大夫了，我这就派人去扶阳小巷寻人。我亲自去找。说完，阔步走出房间。如何了？有我们能帮上忙的地方？顾大夫为我们举荐了一位大夫，或许有法子为我妹妹续命。劳烦各位兄弟随我一起去寻人。没问题，跟我说一下那大夫姓甚名谁，家住哪里？没有名字，听顾大夫说应该是位姑娘，住在扶阳小巷那一带，治好过一个从出生起便失明的孩子，还有一位病重的主娘。兄弟们按照这个去打听就行。好。扶阳小巷，于池等人到了巷口便寻人打听。哦，你们要找的人啊，应该是傅家刚回来的女儿，你们可以去那边的49哥再问一问。49哥，商纸刚给一位老客户送走。
迎面就看到一群公子哥儿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走来。请问几位公子是来买酒的吗？不是，你是酒馆的老板吗？我想向你打听个人。我是老板，公子要打听谁？听说这有一位医术高超的姑娘，治好了一位病重的主娘，还有小孩的眼睛。这位姑娘是住在这里吗？敢问几位也是来找那位姑娘看病的吗？是，10万火急，还请老板告知那位姑娘现在何处，我妹妹等着她去救命呢。你放心，我家是茶商于家，若那位姑娘能治好我妹妹，于家必定重金酬谢。啊，公子说的那位姑娘正是我父家的女儿，只是她一早就去集市了，我也不知道她这会儿回来没有啊。敢问老板，你们家的女儿可是叫宋金怡？对，公子认识我们家金怡。老板，她应该是回来了。方才分别之时，宋姑娘便说了，她家里人等着她回家吃饭呢，所以这会儿估摸着应该到家了。还请老板告知您家住在哪里。啊，这样啊，那我亲自带你们去吧。几位请随我来。长青，金怡回来没有？回来了，刚回来的，在里面啊吃烙饼呢。这几位是？他们是来求医的，你去叫金怡出来一下。长青闻言没敢耽搁，匆匆去内院找人。须臾功夫，宋金怡手拿烙饼从内院出来。宋姑娘，凤大哥，怎么是你们啊？待看到鱼池时，他瞬间就明白了这几人的目的。你们是来找我给你这位公子的妹妹看病的吗？正是，没想到顾大夫举荐的人竟然就是宋姑娘，真是太巧了。今天要麻烦你了，还请宋姑娘能去救我妹妹。我医术也不甚精湛，刚才在茶楼里，我听闻你妹妹得了先天性的心疾，这个病可不好治。我若是治不好的话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啊，当然不会。若是治不好，我们于家也会恭恭敬敬的把姑娘送回来。哎，我知道我妹妹的病很棘手，不少郎中大夫都束手无策，都说这是不治之症，只能续命。所以我不求姑娘能治好我妹妹，只要能给我妹妹多续几年的寿命就行。行吧，那我就跟你走一趟。多谢姑娘，宋姑娘请。我陪你去。宋金怡没拒绝，一众人就这么坐上鱼池的马车赶回于家。滚！我不需要你们来假好心，我女儿还没死呢，你们竟然上赶着过来咒她，心思可真是歹毒！我告诉你老四，我女儿不会有事儿，就算真的有事儿了，你也别想我在你们家过继女儿成嗣，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大姐，我这也是为了您好呀，咱于家这万贯家财总该有个人来继承吧。于穗儿已经不行了，大姐你还是接受现实吧。这么多大夫都说药石无医了，穗儿救不回来了，你还是多为家族着想，早点过继一位女儿，细心培养才是。你放屁！我再说一遍，我女儿不会死。你们几个脏心烂肺的人还自诩与我们是同族，可实际上不过是惦记着母亲留给我的家底儿。呸！我就是给池儿当嫁妆全部都陪送了，也不会给你们留着。滚！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你别推我们呀，大姐，我们也是好心的，于家的家业总不能给了外人不是？你放心，我女儿过继给你就是你的亲女儿了，我绝不会再认她。都给我闭嘴！说够了吗？说够了就滚，以后不要再来我家，这里不欢迎你们。于池啊，你怎么对长辈说话的？我好歹也是你姑姑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咱们于家？你妹妹病入膏肓，不好好想想以后，难道真要把这偌大的家业交给你吗？你是个男孩，早晚都是要嫁出去的。于家的家业若是都给你带去戚家，我还不干呢。你不干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不干？于家的根基是母亲在世时打下的，于家能有今天，是我带着父郎打拼出来的。你只是坐享其成，你有什么资格不干？分家的时候能有你一份，你就该感恩戴德了。一个早就分出去的庶出，还敢惦记着主家的财产，不要你的脸！我告诉你于秀，只要我一天不死，你四房就别想来占着便宜。穗儿真要去了，我就让池儿招个上门妻，也不会给你。就他长得一副纨绔样，他要是能招来上门妻，那也是个歪瓜裂枣，不是什么好鸟。滚！来人呐，把这个贱人给我赶出去！跟你那个爱占便宜、自私自利的爹一样，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赶紧给本家主打出去！小厮们都绷着脸围了过来。于秀见大姐动真格的了，心里也知道不该硬碰硬。不用你赶，我自己会走。于慧，有你后悔的时候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！于家主娘于慧气得差点仰倒，是于池眼疾手快的把人接住了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，娘？嗨，我说各位，不是请我来给人看病的吗？不是说病人都快要不行了吗？这再耽搁下去，还能救回来吗？对，看病。屋里，顾时旭也急得直冒汗。听见脚步声后，他转头回眸，便见到于池拽着一位姑娘慌慌忙忙地跑进来。
顾大夫，人找来了，我妹妹现在怎么样了？顾时旭从床边让开，露出床榻上瑜伽小姐几乎裸体的身子。顾大夫，你怎么能脱我妹妹衣服呢？事急从权，在下要给于小姐施针保命，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再说医者眼中无男女，还望于公子莫要在这事上较真呐。等于小姐醒来，在下可以当面向她道歉。姑娘，我听说你医术高明，还请你为于小姐诊治一下，看看可否有续命的法子。宋金怡在他开口的时候就朝着床边走去，他把了一下脉，感受到了瑜伽小姐微弱的脉搏，情况十分紧急。两位还请出去一下，我要为于小姐治病，不能有外人在场。宋姑娘，我妹妹可就拜托你了。随着房门一关，宋金怡立马拿出灵泉水给于小姐灌了下去。她能拖着这一口气，全靠顾时旭在她身上下的这些针。宋金怡能看出这针法很奥妙，而且不能随便拔出，她只好用系统扫描了一下，而后在医书大全里寻找这套针灸之法。别说，真找到了这套针法，书上介绍是救急用的，可用在危在旦夕之人身上，为其续命。他按照医书大全里所标注的拔针内容，一一取下银针，随后摸着于小姐的脉搏，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唇色由深紫色变为正常的唇色，脉搏从虚弱缥缈变得阵阵有力，这才松了口气，这算是救回来了。宋金怡看了眼外面的方向，心想还得写个方子，不然没办法糊弄过去那个姓顾的大夫。点开药方大全，他在里面找了一张治理心急的高参药方，写在纸上，而后给于小姐盖好被子，这才拿着药方出门。看见宋金怡走出来，宋姑娘，我妹妹她怎么样了？宋姑娘，我女儿她可还有救？我施针为她保住了性命，目前已无大碍，只是仍需要吃药调理温养，还请你们速速按照这张药方去抓药煎熬送过来，给于小姐服下了才是。真的救回来了，宋姑娘，你真是神医呀！多亏宋神医的妙手回春，我于家感激不尽。宋姑娘，您救了我闺女，于家有恩，我们必定重谢。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宋姑娘您的恩情啊！多谢姑娘，您医术高超，妙手仁心，我于迟此生没齿难忘。日后您若有需要，可随时来于家。我们于家虽不是世家大户，但若能帮得上忙，定当拼尽全力为您解忧。大家不用谢了，医者仁心，治病救人是我职责所在。于主娘，还请您起来，晚辈担不起您如此大礼。众人都沉浸在于家小姐被救回来的喜悦中，唯有顾时旭心里眼里全是宋金怡手上的那张药方。那个，这张药方交给我吧，我去帮忙抓药，你们进去看看于小姐。宋金怡就知道她会感兴趣，大方的给了。果然，顾时旭第一时间接过药方后，便迫不及待地揽阅药方上的药材以及剂量。那我与顾大夫一起去抓药煎药，娘亲和阿爹进去看望妹妹吧。宋姑娘，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看看她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于小姐已经缓过来了，相信没一会儿就会醒来，你们进去看看吧。哎，好。老二啊，你带我招待一下宋姑娘和几位公子啊。好的，主君。